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玛莎葡萄园岛的唯一2家大麻药房因无法合法运输大麻而面临缺货，影响数千人。尽管马萨诸塞州已将大麻合法化，但州监管机构认为跨洋运输大麻违反联邦法律。下一条，马来西亚柴油价格因改革几十年来燃料补贴计划而上涨超过 50%， 以控制政府支出，并每年节省数十亿林吉特。新计划消除普惠能源补贴，并将其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这是总理安华·伊布拉辛承诺的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他的政府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经济，并堵住廉价石油向邻国的走私漏洞。下面这条，亚市受美国强劲就业数据影响表现不一，欧洲股市走低，受法国大选影响，美国期货和油价上涨，日本经济数据修正，显示收缩幅度较小，欧洲极右政党获利，导致欧元下跌。接下来这条，澳大利亚9号娱乐公司主席彼得·科斯特洛辞职，由副主席凯瑟琳·维斯特接替。科斯特洛担任主席8年，为9号做出了杰出贡献。接下来这条，日本服务业信心在5月份降至近2年最低，因日元疲软导致燃油和食品成本上涨，拖累家庭支出，加剧了消费的脆弱性。让我们关注，埃及通胀率降至1年半来最低，即便经历了大幅货币贬值和提价补贴面包的历史性举措。最主要的原因是食品和饮料价格大幅下降。虽然当局提高了补贴面包的价格，但通胀影响预计较小。接下来这条，法国总统马克龙解散议会并提前选举，导致法国银行股暴跌，包括巴黎银行和兴业银行等。此外，还引发了更广泛的市场担忧，欧元跌至1个月低点。下面这条，美联储官员暗示将减少2024年利率下调次数，市场预期将大幅减少。最新数据显示，通胀顽固，就业市场强劲，预计点阵图将显示官员对降息的预期减少。让我们关注，周三发布消费者物价报告和美联储利率决议将加剧市场波动。期权市场预计标普500指数波动幅度为 1.25%。如果市场预期正确，这将是自2023年3月以来美联储决策前最大的波动。尽管市场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但通胀数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将提供更多有关美联储今年可能降息幅度的信息。下面这条，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召集议会选举，对决极右对手勒庞。此次选举将影响其立法、总理任命以及政治前途。市场反应消极。下一条，新兴市场投资者在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选举冲击后，转向了地方债券和相对价值货币交易。在遭遇一系列选举冲击后，一些机构正在增加对地方债务的投资，特别是边境市场。他们还建议投资波兰兹罗提等货币，这些货币被认为相对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此前波动性影响了墨西哥比索等流行的套利交易。接下来，认知技术公司将斥资近13亿美元收购数字工程公司 Belcan， 以扩大在航空航天、国防、太空和汽车领域的业务。Belcan 将继续由其首席执行官领导，并作为认知技术公司的。让我们关注，英伟达股票于周一以10:1的比例进行拆分，将股价从收盘价 1208.88 美元修正为 120.88 美元。拆分意味着在周四收盘时，持有英伟达普通股的股票持有者每持有1股股票将获得10股拆分后的股票。股票分拆会降低每股的价格，从而使股票所有者拥有更实惠的股票，而不会稀释现有股东的总持有价值。下面这条，埃利奥特管理公司投资西南航空近20亿美元，计划推动变革以扭转其业绩不佳的局面。西南航空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约 7%。最后一条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选举决定引发市场抛售，因投资者担忧政治不确定性及法国财政困境。股市下滑，银行股领跌，法国公债收益率飙升至11月以来最高，欧元跌至1个月低点。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